欧盟公布降低与中国关系风险的计划，中国主动出击，大对决正在进行。这几天，中国总理李强正在欧洲访问，先是访问了德国，与舒尔茨进行了会谈，之后呢，又与德国工商业界进行了互动，双方接着又开启了法国之行。而他此行的主题就是加强中欧经济合作，推动欧洲战略自主，反对阵营对抗和脱钩断链。与此同时，欧盟在布鲁塞尔提出了对华投资审查和更广泛的出口管制政策。虽然未直接提及中国，但是这项政策的制定几乎就是在针对中国。该战略写道，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全球经济一体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某些经济交流活动可能对我们的安全构成风险。欧盟竞争事务主管玛格丽特·斯维塔格表示，当我们在国家不可知的情况下使用这种地缘政治过滤器时，最明显的候选者显然是中国和俄罗斯。之所以将中国列入，就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以及痛苦的部分脱钩，给欧盟呢带来了严重后果。这项战略被视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去风险概念的首次具体化。这一术语已经变成了整个欧盟对华政策辩论的主导。欧盟还直白地要求其成员国在通信领域剔除华为和中兴的5G 设备。欧盟委员会希望在今年年底前与成员国就一份高科技产品清单达成协议，对某些欧盟国家的公司进行筛查。中国在这方面没有被点名，但正处于欧盟的瞄准范围之内。可见，欧盟当前正在走上是否与中国脱钩的关键时刻。不过，这项提案面临着一场艰苦的战斗。27个成员国不大愿意将自己国家的权力交到欧盟手上，一些成员国更是反对向美国看齐的经济政策，反对扩大国家安全化。比如，德国就表示，与中国的绝大多数贸易和经济关系一切照旧。一位德国官员在6月初听取了有关该计划的简报时反馈道：“我们是欧洲，不是美国。”由于相关成员国反应冷淡，这意味着这份14页的文件被视为对话的开端。该计划很少涉及具体立法，只是提了一些想法，供欧盟领导人进行辩论。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如何应对欧盟的去风险战略的推进呢？首先，李强总理的访欧就能说明中国的应对政策，也就是通过发展与西欧大国的战略互信，分化对手，避免去风险战略波及到中国这边。只要法国和德国不赞成，那么欧盟的这项文件就是废纸一张。其次，与欧盟保持战略沟通的顺畅，在乌克兰危机上坚持中立立场。中欧关系的不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俄乌冲突给欧洲带来的冲击以及风险外溢。中国需要向欧洲展示一个更加开放、和平、负责任的国家形象。中国是中国，俄罗斯是俄罗斯，乌克兰是乌克兰，这一点非常重要。最后，吸引更多的欧洲企业来中国发展，也是破解去风险的源头打击手段。欧洲政客有很大可能会被美国收买，但是企业家是利益驱动的。去风险这个噱头与挣钱这个对西方企业来说最高目标相比，不值得一提。总体而言，美国在推动去风险，欧洲呢也在推动去风险。中国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先化解欧洲方向的压力，而且我们正在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